2007年，全球每賣出10台手機，就有4台印着諾基亞的標誌。單一款機型賣出2.5億台，這個記錄至今沒有被任何一款智能手機打破。它是整整一代人的共同記憶，是功能機时代無可爭議的王者。但很少有人知道，這家統治全球通信市場的科技巨頭最初的起點，只是芬蘭河邊一間不起眼的木漿廠。他的創始人一輩子都沒有見過手機。這個人叫弗雷德里克·伊德斯塔姆。160多年前，他只是一個按部就班的礦業工程師，人生本來寫好了安穩的結局。一次路過德國的意外見聞，讓他徹底推翻了自己的人生，也無意中種下了一顆後來長成龐然巨物的工業種子。他賭上了一生推倒重來，卻永遠看不見自己種下的東西最後長成了什麼，更看不見他後來摔得有多重。這不是一個勵志創業故事，這是一個關於選擇、命運和工業母體生命力的故事。1838年，伊德斯塔姆出生在芬蘭小鎮蒂爾文托。那時候的芬蘭還不是獨立國家，只是俄羅斯帝國治下的大公國，沒有電話，沒有民用電，整個世界還處在第一次工業革命的餘波裡。他的父親是礦業系統的官員，子承父業是最順理成章的路。從小到大，伊德斯塔姆的人生目標非常明確，進入芬蘭礦業委員會，做一名穩定的公職人員。他性格裡天生帶着嚴謹和克制，愛鑽研技術，做事步步為營。從拿到礦業工程碩士學位到獲得官方任命，一切都在按計劃推進。如果沒有那次德國之行，他大概率會沿着這條安全的路走下去，成為一名體面的礦業官員，在行業裡留下名字，然後平靜地過完一生。但命運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於，真正改變人生的從來都不在計劃裡。1864年夏天，26歲的伊德斯塔姆從德國弗萊貝格礦業學院深造結束，踏上返程。路過哈茨山區的時候，他順路參觀了一家木漿工廠。就是這一次臨時的停留，改寫了他的人生，也改寫了後來的全球通信史。在那間工廠裡，他看到了一項全新的技術，用木材做原料生產纸漿，再制成紙張。在那之前，造紙的主要原料是破布，成本高，產量有限，而木材制漿意味着造紙的成本會大幅下降。整個行業的底層邏輯都會被改寫。別人看到的可能只是一台新機器，伊德斯塔姆看到的是一整個產業的可能性。他立刻想到了自己的國家。芬蘭有漫山遍野的森林，有無數湍急的河流可以提供水力動力。如果把這項技術帶回芬蘭，就是把國家的資源優勢變成了產業優勢。就在那個工廠裡，他做了一個決定，放棄已經走了10幾年的礦業道路，轉行去做造紙。這就是伊德斯塔姆的性格底色。他敢在看清時推倒重來，卻從不在看清之前賭上全部身家。敢改命，但不賭命，這成了諾基亞最初的基因，也會在100年後以另一種方式回到這家公司身上。1865年5月12日，伊德斯塔姆拿到了芬蘭參議院頒發的經營許可。他在坦佩雷的坦莫科斯基急流邊建起了第一家木漿廠。這一天後來被定為諾基亞的官方誕生日。一開始的路並不好走，木漿造的紙更便宜，但沒人信。消費者和廠商都習慣了傳統破布紙，對這種新材料充滿懷疑。伊德斯塔姆一家一家去說服，一個客戶一個客戶去跑。1867年，他的紙拿到了巴黎世博會銅獎，這是第一個官方認可，也是第一個市场信號。這條路走得通。1868年，生意越來越好，伊德斯塔姆決定擴建。他在諾基亞河畔的諾基亞小鎮建起了第2座工廠。那個時候沒人會想到，這個原本只帶當地黑雕的地名，會在100多年後響徹世界的每一個角落。1871年，伊德斯塔姆和芬蘭政界要人萊奧梅克林合作，把工廠改組為股份公司 Nokia AB。從這一刻起，它不再只是一間工廠，而是一個可以不斷生長、不斷變形的企業母體。很多人以為商業帝國是一步到位的，但真正的工業母體一開始都只是一個樸素的胚胎，它不需要預測未來，只需要踩中正確的地基。伊德斯塔姆經營公司的風格和他做決定時的果決完全相反，他極度保守，哪怕在生意最好的時候，他也會把壞年景的風險算進去，從不盲目擴張。同期，很多芬蘭實業家在危機裡破產，他的工廠卻穩穩地活了下來。他不只想做自己的生意，
還牽頭組建了芬蘭的紙業紙漿行業協會，幫整個行業建立秩序。1896年，57歲的伊德斯塔姆選擇退休，把公司交給了自己的女婿。1916年，77歲的他在赫爾辛基去世。他離開的時候是公認的芬蘭木屐造紙工業之父，但他到死都不知道自己親手種下的這棵樹後來會長成完全不同的樣子。他一輩子都在和紙漿、木材、河流打交道，他永遠不會知道自己創辦的這家公司未來會把手機賣進全球10幾億人的口袋。種樹的人已經退場，但這棵樹的命運才剛剛開始變形。伊德斯塔姆退休後不久，諾基亞就撞上第一次生死危機，紙業市場崩盤，競爭加劇，公司差點破產。恰恰是這次瀕臨倒閉，逼着他走出了造紙的舒適區，做橡膠，做雨靴，做電纜。芬蘭人提到諾基亞，很長一段時間第一反應是防水膠靴，而不是手機。1967年，造紙、橡膠、電纜幾塊業務正式合併，成立諾基亞集團。5個部門裡，電子部門最小、最不起眼，像個沒人當真的試驗品。可正是這個邊緣部門，會在20年後把整家公司拖上世界之巔。這就是工業母體的力量，它不會停在最初的形態，只要地基還在，就會順着時代的水流，一次次長出新的枝幹。時間走到1992年，此時的諾基亞像個臃腫的雜貨鋪，造紙、橡膠、電視、電腦、家電，什麼都做。前任 CEO 在1988年自殺，公司內部混亂，全線虧損，銀行逼債，站在破產的邊緣。臨危上任的約馬·奧利拉做了一個所有人都覺得瘋了的決定，賣掉所有非通信業務，造紙、橡膠、輪胎、電視、電腦全部砍掉或者賣掉，把整個公司的身家性命全部壓在移動通信上。這一幕和128年前伊德斯塔姆放棄礦業轉身造紙的決定如出一轍。同樣是在人生的岔路口，同樣是放棄所有確定的存量賭，像一個沒人看清的未來。只不過伊德斯塔姆是敢改命不賭命，而這一次奧利拉押上的是整家公司的存亡。奧利拉賭對了，諾基亞押注的 GSM 標準，也就是今天手機打電話上網底層的通用標準，後來成了全球移動通信的通用標準。先發優勢加上極致的產品力，讓諾基亞一路狂奔。1998年，他超越摩托羅拉，成為全球最大的手机製造商。一個曾經做膠靴的芬蘭公司，就這樣站在了全球消費電子的頂峰。接下來的10年是諾基亞的黃金時代。2000年推出的3310耐摔長續航內置貪吃蛇，賣出了1.26億台，成了整整一代人的集體記憶。2003年的1100憑借手電筒和超長待機橫掃全球新興市場，累計賣出2.5億台，是人類歷史上銷量最高的電子設備。巔峰時期，諾基亞佔據全球近一半的手機市場，它貢獻了芬蘭4%的 GDP， 幾乎雇走了全國所有的工科畢業生。據當時統計，諾基亞的經典鈴聲每天在全球被響起數十億次，那是功能機時代最熟悉的背景音。但就在最頂峰的時候，裂縫已經埋下了。早在2004年，諾基亞的工程師就已經做出了觸屏智能手機的原型，比 iPhone 早了整整3年。但管理層否決了這個項目，他們擔心觸屏手機會衝擊現有按鍵手機的銷量，擔心新系統會動搖塞班系統的基本盤。他們太珍惜眼前的成功了，珍惜到不敢碰任何可能破壞現狀的東西。當年伊德斯塔姆敢於推翻自己全部人生的勇氣，到了這一代變成了守住既有江山的謹慎。同樣的性格底色，在創業期是護身符，在巔峰期就成了枷鎖。2007年1月9日，史蒂夫·喬布斯走上舊金山的舞台，推出了第一代 iPhone。諾基亞總部的反應幾乎是轻蔑的，沒有物理鍵盤，續航差，價格貴，只能在美國用。在他們眼裡，這就是一款小眾玩具，根本威脅不到自己的帝國。他們沒有意識到 iPhone 不是來和他們比參數的，它是來重新定義手機的。手機不再是打電話發短信的工具，而是裝着整個互聯網的移動電腦。比拼的不再是耐摔和續航，而是系統、生態和應用軟件。等到諾基亞反應過來的時候，已經晚了。2010年，史蒂芬·埃洛普成為諾基亞第一位
非芬蘭籍 CEO。上任後不久，他發出了那封著名的內部備忘錄《燃燒的平台》。他直白地告訴所有人，我們站在正在燃燒的石油平台上，必須跳下去才有一線生機。他宣布放棄塞班系統，放棄正在研發的 MeeGo 系統，但他没有選擇当时已經勢如破竹的安卓，而是壓住了微軟的 Windows Phone。這個決定至今仍有爭議。有人說他是微軟派來的特洛伊木馬，有人說他只是做了一個自認為正確的選擇，但結果是確定的。Windows Phone 應用生態匱乏，消費者不買賬，開發者也不願入駐，形成了死亡循環。諾基亞的市場份額從巔峰時的近50%一路跌到了不足3%。曾經有多輝煌，墜落就有多慘烈。不是技術不行，不是工程師不行，是路徑依賴太深，深到看不見時代的轉向。2013年9月，諾基亞宣布把手機業務賣給微軟，成交價54.4億歐元。一個統治了行業10幾年的帝國就這樣卸下了自己最耀眼的王冠。後來的故事我們都知道了，微軟這筆收購最終減值76億美元，成了科技史上最失敗的併購之一。諾基亞手机品牌幾經輾轉被授權給 HMD 公司，靠復刻經典機型收割情懷，卻再也沒能回到主流市场。但諾基亞這家公司沒有死，賣掉手機業務之後，他把全部精力放回了通信基礎設施，收購阿爾卡特朗訊，深耕 5G 網絡設備，布局光通信，手握2萬多項專利。如今的他是全球3大通信設備商之一，體量仍達數百億美元。他不再站在消費者面前，卻藏在每一次通話、每一次上網的背後。從木漿到橡膠，從電纜到手機，從手機到基建，100多年裡，他換了無數次主業，卻始終活在工業的地基上。這就是工業母體的生命力。產品會過時，賽道會更迭，但底層的工業能力永遠有它的位置。故事的最後，我們再回到1864年的那個夏天，年輕的伊德斯塔姆站在德國的木漿廠裡，做出轉行決定的那一刻，他不知道自己會創辦一家叫諾基亞的公司，不知道這家公司會統治手機行業，不知道他會摔得那麼重，又會以另一種方式站起來。他只是看到了一項技術，看到了一個產業的可能性，然後賭上了自己的人生。很多人喜歡總結成功的方法論，喜歡找帝國崛起的密碼，但真正的歷史往往是這樣的：沒有誰能提前設計好100年後的帝國。所有改變世界的傳奇，最初都只是一粒不起眼的種子，是時代，是選擇，是一代代人的勇氣與局限，共同把它澆灌成了後來的樣子。最強的地方會變成軟肋，巔峰的時刻會埋下伏筆，而真正能穿越周期的，從來不是某一款爆款產品，而是一個能不斷自我迭代的工業母體。伊德斯塔姆種下的種子，至今還在生長。有些人的命運是當場兌現，有些人的命運卻需要整個時代替他結算。弗雷德里克·伊德斯塔姆屬於後者。